嗨，各位晚上好哦。那我们今天是进入到第5次的课程，已经是第3周了。好，那其实一样哦，今天是那个 NVIDIA 开发者大会在台北啊。那当然在会议前有些讲者在做一些说明啊。那刚好我听的有一段应该是台大资工的老师吧，他就在预测哦，他说哇，现在 AI 这么厉害，将来我们人到底要放在什么地方？你想想看哦，我们今天等一下也可以跟各位讲哦，呃，未来你说我现在虽然2周的时间各位想想看，回忆一下这2周学了什么，理解到资料，对不对？资料理解完之后，栏位的说明还包含笔数。那接下来还有什么？资料的理解的部分，对不对？好，那你想想看哦，等一下老师变魔术变什么魔术？我们用2周的资料，因为刚好今天要谈这个时间序列相关的，那刚好做一个补充啊。一样，我们还会用机器学习之前那个案例这些跟智慧制造有关的。但是我们来看一下那我现在叫定义叫做 AI 赋能，好，那一样，等一下我们练习的过程当中，来看看有没有谁问出来的 prompt， 问出来的这个结果会比老师好，比我好的，那就表示你比我还厉害。那一样，我们来想一想看呃，现在已经没有人在写程式码，但是你说程式码重不重要？当然也很重要但是现在那些程式码基本上以前为什么这些薪水要付够高的薪水给这些 AI 工程师？为什么？因为他经验很丰富。碰到什么事情，他知道怎么去解，怎么去找答案，然后答案找到类似的，怎么样去做 modify 修正，修正完 debug 结果，那一样现在变成什么？变成整个 AI 的程序，整个的过程，你要很理解你要做些什么事情。好，一样，我 demo 一次给各位看等一下你们下一样的 prompt。我们来看看 PK 一下那各位也可以验证一下好，那一样，你们应该有 Gemini 的付费版嘛那我用 ChatGPT 给各位看，那一样的 prompt，我在 Gemini 也给各位，因为这2个版本我都有好，来，好，一样，我把这个 prompt 给各位。然后提示词你们要做一些修改好，我第一个提示词了以前就是给你们程式码而已。好，那我看一看刚才它这个字体比较多，所以好 OK 来，我把字体放大一点来，你们可以重新 reload 一下。有看到我的提示词吗？有，麻烦你稍微做一些修改你们就用学员的角度来看。那我刚才为什么会叫 AI 赋能因为我前面已经有非常多的案例询问，甚至他给我的一些prompt 结果来看一下。
好，OK，比如说你们也可以学哦，我在高科大智慧制造的课程，那你们当然也可以提嘛，因为这个是智慧制造里面的 AI 故障预测也可以好，那我把它加一下，这个故障预测 AI 故障。好，我在高科大智慧制造AI 故障预测的课程讨论到智慧制造那智慧医疗的运用接下来我想教同学如何由智慧制造的概念到智慧金融、智慧医疗的案例，老师有讲了吗？有没有讲？没有，没有讲。好，OK，那你们那个智慧医疗就先不要讲就先不写，没关系。那下一次我们就从智慧制造、智慧金融，然后到智慧医疗。哇，你看，所以说各位只要提到智慧的智慧制造、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智慧行销，只要跟 AI 有关的都叫智慧。好。好，然后以红海股票量化交易来预测红海的股价。好，那涨价涨股价涨就是正常，股价跌就是故障。哎，我有没有办法去做预测？好，请整理同学们量化交易的基础知识。我一开始没有叫你们写程式码有没有？好，哎，你们一样去问一下。我一样，我也在 Gemini 也做两个版本给各位看分析一下。那你说老师，我要不要在 Cloud 或是其他的？对不起已经没有那么多钱，要花$20，$20的了好，来，OK，那当然你这边直接可以在 Gemini 里面去产生这一个笔记本但是我通常还是希望在这边先问完再汇到笔记本好，那一样我就是新的队友，他这边好，OK，新的对话，好一样然后这个边你们也可以看看 ChatGPT 跟 Gemini 两个的差异在哪里？来一样，我们去选3.1 Pro 版，让它思考程度标准，因为我们跟城市设计有关嘛，可以3.1，因为你们付费版的话，可以选择这个 Pro 版的。好，一样。你们有 ChatGPT 的，就是两个都试试看不管有没有付费都可以。我们的那个GPT 我要打一下。好来看一下，因为我前面就已经有非常多的对话了我用这个 Gemini 的为例来看但它 Pro 的好像，他说在6月。好，你看他说智慧制造的观念，AI 故障预测的观念无缝接轨到智慧金融，已经具备了数据分析、自动化检测异常检测甚至 EDA 做探索式资料分析的。好，一样看没？它就帮我诠释了。股价的下跌就视为机台的故障异常，股价的上涨就视为机台的正常运作。
我想这个是你们应该也蛮喜欢学习的啊。那好好学一下，哎，你们会有所收获的哈。好，来看一下，一共是有几个步骤、几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第二、第三，哎，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哦，它连这个模拟讯号都出来了哈，哎，还不错哦。啊，没有了。好，你看到没？今天要跟各位讲的 LSTM 啊，神经网络。好，一样，我们来做一件事情，就是来，好，来在 Colab 先打开来，产生一个新的笔记本啊，新的笔记本。好，因为我前面已经有做过 ChatGPT 的了哈，所以说麻烦你们题目就自己定哈。如何由智慧制造？哦，我把这个题目给各位吧。我都是从这个提示词这边来看的哈。啊，这个是 Colab 的题目，然后一样名字写你的名字啊，然后花弧有特别写的叫做 AI 赋能。好，那第二件事情麻烦你们一样的 prompt 在 ChatGPT 做一下。那在 ChatGPT 做的话，我通常会产生一个专案，因为它呢可以用专案的形式来做。好，来我 demo 一下。在 ChatGPT 这边你就产生一个新的专案，专案之后名称的话也是给它一样啊啊，如何由智慧制造到智慧金融啊量化交易。好，来猜猜看，以我的案例来看的话，ChatGPT 的资源回复的比较多，还是 Gemini 啊？你们自己看看。等一下，过一阵子，老师会把我们的程式码给你 Colab 的程式码。一开始你先产生你自己的。好哦，你看以前我们怎么做？以前对不起，就是先在 Kaggle 上找到相关的案例啊，比如说 LSTM 啊，或者是 XGBoost 啊，甚至我们是大的标题啊，故障预测。找到程式码之后怎么样？一样啊，就把它程式码 copy，然后怎么样去改它里面的参数。你找到的资源更多，你找到的 source code 更好的，你就比较快。找不到，对不起，就自己要写，对不对？好，我来看一看老师的结果，在 ChatGPT 这边的，我下一样的咒语哦，下一样的 prompt，好，一样，哎，他们两个其实回应都差不多啊，有没有？一样，都会从智慧制造到智慧金融，然后一样。股票上涨正常，下跌故障，这是我给他的提示词。好，来看到课程的定位，1、2、
3，而且我觉得 ChatGPT 好处是这个，它会，因为其实我下了其中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啊，教同学理解基本的知识，所以 ChatGPT 的话，它给了我啊，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量化交易，然后为什么用红海为例，然后量化交易有哪些的基础，好，核心这些，好，来后面一起看。给了不少资料，一共好像是19个哦。他真的把我当成课程。好，来一样，我先问一下 ，ChatGPT 有产生大概类似像这样子的区块的，哎，超过10个请举手。哎，不错，很好，好，几个？14个，13，哎，不错，很好了。有没有超过我的19的？没有，好，大概超过10个，好，有没有大概5个、6个的？5个、6个的，好，5个、6个的也不要气馁，一定是代表你之前可能跟他互动不多，好吧？所以说一样，我都这个叫做 AI 赋能啊，多问，反正钱付了嘛，就多问啊，甚至以后，哎，我们课程结束了，你有兴趣啊，花个$201个月啊，其实我觉得是值得的，因为现在在外面吃一餐的话，大概也大概也要500-600了啊，但是真的啊，会帮你加值很多。好，来，那来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的程式码。好，来这边各位这个标题已经做完了，对不对？好，来我们先，那我把 ChatGPT 放在前面，好，来 ChatGPT 它一共19项就在这里。好，那怎么做的？顺便也教各位一下。好，这个 Jupyter Notebook 是 Python 的网页版的这个程式编辑器啊，后面它直接就是 Python 的这个compiler 编译器。好，那一样好，我用啊，不然我就把 Gemini 的写在最前面。好，来，你就移到这边来，因为你们本来应该就是一个空的而已嘛，对不对？好，没问题哈。来，在这边，在这一个程式码的区块前面啊，增加一块文字，好，点2下，好，按一个井字号，好 ，Gemini 01，好，我第一个 prompt。好，一样，我就把这个 copy 一下，好，但是不要写在它后面，好，来按一个 Enter，下面贴一下，好，这个就是在 Gemini 的 prompt，好，顶多你就是把这边定义一下，我就是从智慧制造观念到智慧金融的标题，好，然后随便按一下，好，看到没？好处在哪里？这边就多了一个 index。好，那来一样，注意一下，在 Colab 这边它就是只有2个区块，一个区块就是文字做注解，一个是程式码啊，程式码就是 Python 的程式码。
好，那接下来这边标题做好了，好，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产生这个 Gemini 的这边的文字，好，好，来一样，那这边给的资料你就这一段的回应 copy 一下，这边好，这边的好处是它提供的这些资料贴到 ChatGPT 不贴到 Colab 这个文字方块里面来，它的格式基本上不会跑掉。好，各位看到，好，好，来看一下 Gemini 01我们的提示词、提示工程，然后再来点一下第一部分。好，这个是我们刚才从 ChatGPT Gemini 它回复的。好，你可以点两下一下，再看一下它的内容，其实是有一些，好，这边特别注意一下，井字号，一个井字号是就是排版是最前面的，两个井字号它会退缩，三个井字号又退缩。好，那这边我们都不用改，没关系。好，各位看到没有？这个地方第一部分它跟刚才的一个井字号它是内缩进来。好，接下来各位再把Gemini ChatGPT 的这个一样画葫芦，然后这个是我刚才 ChatGPT 的回复。好，这样子我就大概的资料就整理好。好，我用 ChatGPT 的为例了哈。好，来看到课程的定位哈，其实我们已经学了智慧制造里面的这一些变数的名称去预测机器的故障。那我希望借由这个智慧制造，赶快转换到智慧金融，你会发觉到哇，基本上是一模一样，只是变数的名称不一样。好，那我也希望你们自己可以做自己的笔记本啊，来一样，我把我的这个分享给你，你要做你自己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帮你去做分类，这个对应有没有？有没有对应？他等于说就教你观念嘛，我原来的是机台的设备，可是我对应到的是什么？股票的标的，对不对？好，来，我把 ChatGPT 的分享给你。好，你要用我的也可以，如果你自己有，用你自己的 ，OK， 好，好，复制，好，那我就直接是在这个提示词下面，我就分享我的 ChatGPT 的结果。好，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好，好，你们先点选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啊，重新 reload 一下。好，接下来自己做自己的笔记本了哈，来看一下。好，我们产生一个新的 notebook LN。好，麻烦你可以用我的定义也 OK。好，好，新增来源。那复制文字这一块，但是要复制之前来麻烦你一下，先 copy 我的这个课程的定位。啊，第一段 OK 吗？老师，你的连接下没有出现啊，我的链接没有出，有看到吗？哎，那我有分享啊，有没有出现？内容有没有出现？看到了。有哈，好，所以这边的内容有看到吗？有哈，好，你们先 copy 一个就好了，一共有19个，但是19个我们不会全部都做，大概做2、3个之后，你就会发觉到，嘣，等一下程式码就出来了。啊，没有，19个就是这边它的第一大段、第二段、第3段，有看到吗？是你要复制 Title One 是课程定位这边。对，因为我只用了2个对话，啊，只有2个对话，光第一个对话它就给了我19个小段落，啊，给各位看第2个对话就是什么了。第2个对话就是已经请他帮我产生程式码了，看到没？好，但是不要直接产生程式码，一样嘛。教各位这个案例之后，跟你讲，以后其他都差不多。好 ，OK， 来 ，Colab 去写，对啊，最好啊 ，OK 吗？好，可是为什么不直接把它现在可以转 PDF 档，直接转 PDF 档，到自己抛PDF 是在快。哦，好，都可以，最主要你们待会是要在这边去整理你们自己的资料。你要把它拷贝成程式拷贝在。对，好，来，我先做第一个哈。第一个我刚才做的就是把这一个课程目标定位，就是刚才这一段而已哈，这个，好，那一段话扣过去。好，来一样，因为你们 Gemini 现在都是 Pro 版，所以说可以产生非常多的资讯图表，啊，不用怕。好，那我已经做到第5步骤了哈，你们现在先第1步骤课程的定位，点一下之后，然后这里，好，来，那我的 prompt 给各位看一下，我的 prompt 一样，我都是用在第1个 thesis 这边，我都陆续用留言的方式。好，来，好，请显示智慧制造与智慧金融对应的关系，让同学理解。然后我的是用蜡笔小新，你们可以试用看看你们其他的人物，卡通的人物或者是谁来试试看。好，好，那一样，
这个是我第一个 prompt 啊，把它定成叫01。好，看看你们的结果是什么。好，这张图我先大概看一下哈。好，回到我们前2周的课程，就是左边的部分，智慧制造的预测的逻辑。好，从感测资料的来源，数据包含了扭力、压力、温度，制成的温度，还有工具的磨耗的时间，去判断设备。好，然后对应到的，在今天我们去谈到智慧金融里面跟时间有关的交易的资讯。等一下会跟各位讲这个资讯又是哪些。好，那再来第2个是判断设备的状态，不是0就是1，故障或者是正常。那一样去判断市场量化交易里面股票不是涨就是跌嘛，对不对？接下来去做预测，那一样我们也希望能够去做到预测。那这个方式的预测就是我们上一次建了10个模型，对不对？但是因为这个原先的智慧制造的目标变数很明确，它会给你一个 machine value， 对不对？好，那量化交易里面呢，智慧金融里面呢，我们等一会就要教各位你自己去找这个变数。好，那接下来是提前的去做维护嘛，我已经知道了，预测到了。那接下来一样嘛，假设我们在量化交易、智慧金融里面，我们可以去做到预测的话，那各位上完课点会业，对不对？哎呀，希望等一下我也给各位案例，给你们希望。我就问一下。有买卖台股的请举手，我应该说没有买卖台股的请举手。你没有买哦？我没有在玩股没有在买，好 OK， 现在不都全民运动？对了，我一直讲嘛，这个不叫做投机，我觉得就是那么好的公司，对不对？就当他的股东，领取他的这个每年的分红，那不是很好？我就选这个，待会再跟各位讲啊。好 ，OK， 那一样，各位先产生，看到没？做出来的多传承。好，那一样，麻烦你们有做完的回复一下。有人要申请进来吗？有没有？是不是没有吧？没有没有就拒绝了。好，来我看看，还没有做完。好，下面再给他一点。我知道，是资讯图表没错。好，这是谁的？这个是皮克米。好，你这个是用什么？可爱的啦可爱风格的。好，这个蛮可爱的来，
先跟各位讲啊，既然谈到量化交易啊，这个金融来讲，牛市跟熊市，为什么？你看，各位看到一个牛，一个熊，对不对？各位知道熊市为什么是不好？熊，然后牛呢？各位知道华尔街啊，金融交易所前面就一条金牛，它那个角是往上，你们可以 Google 一下。好，你讲说现在叫做牛市、熊市。牛市是什么？像牛一样，各位看到金牛，它是要顶的。它跟你打仗的时候，它是用顶的往上翘，所以说就看起来就是翻扬的意思。那熊呢？熊在攻击的时候做什么事？它是用扑的，对不对？它很重啊，它是用扑上去，所以说是下跌啊，所以这也蛮好玩的。啊，这是皮克敏啊，皮克敏助教，哎，很可爱哦，哎。这么简单的感觉，你看一下我上次为什么我的感觉好，史努比。现在的课程哈，真的老师的程式吧，太多了啊！这15年来，我大概应该上千条的程式嘛。OK， 等各位。砖头人。好，那第二个来，各位来去我第二个 prompt 啊，叫做什么是量化交易？啊，一样就是 copy 老师的，应该是对应关系了，啊。好，来麻烦一下，我先把它解释完，然后麻烦你们再一一去做哈。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哈，智慧制造这个刚才所对应的关系，第二个啊，刚才已经有提到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量化交易嘛？量化交易是利用资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讲，怎么样用雅虎奇摩的这个股票的交易的资讯，啊，不可能这么多年的资料你要去收集。然后呢，我们当然去理解统计相关的一些资料分析。那再来，我们会利用所谓的技术的指标，啊，会产生新的目标变数。我们不是目标变数 X， 衍生性的，啊，衍生性的。然后我们会用机器学习这些方式，这个叫做量化交易。好，随便举个例子，最简单的就是当这个 MA 啊，等一下会跟各位解释。好 ，MA 是其中的一个叫做5日平均移动线 ，MA 20是20日平均移动线啊。那它可以用成交量来看，也可以用收盘价来看。好，我们举这个例子就好了。为什么我们 AI 故障预测可以用数值去分析？因为都有前因后果。那一样，那因为 AI 量化交易里面啊，这个 AI 故障里面，我们之前有提到衍生性的资料。什么叫衍生性资料？就是原本已经从 sensor 感应器里面收集到的资讯，我还可以去做衍生。什么叫衍生？比如说
我们在故障预测里面有2个温度，对不对？一个是环境的温度 （temperature）， 还有一个什么机台 process 的 temperature。那这个2个之间，我们可以去做相减，也就是环境跟机台的差，这个又会变成另外一个 x， 看懂吧？好，那再来这个5日平均移动线，各位知道什么是5日平均移动线？知道请举手。是什么？对，5日平均移动线很简单，就是以今天来看去算它的平均移动线，就是前面4天含今天。好，算完之后，它就会变成今天的平均移动线。好，那量也是一样。好，那20，那老师为什么是5？因为5的话，代表是1周的交易，没有放假的话是5天嘛。那20呢，就是月，1个月大概交易20多天，好，所以用20。那相对的60是什么？季线。啊，就是3个月，对不对？好嘞，最简单的哦。为什么这个可以做 AI 故障预测一样？各位想想看，5日平均移动线的值大于1个月的交易的收盘价，表示什么意思？最近这5天人买的价格都比这个月人买的价格怎么高嘛？高表示什么意思？这一周大家有在做吗？对不对？还有一点，各位都知道，股票在涨的时候，你会觉得还可以放，还可以放，对不对？跌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紧张了，就会想要杀低了，对不对？一样嘛。其实这些都是一些的讯号。那应该明天会教各位一个 TA 背本，好去算158个技术指标。好，你不要说这158个技术指标全部都会的话，哎呀，就变成这个股市的名嘴了哈。好，一样。好，那红海为案例不用写啊，然后你们就把这个做贴过去一下啊。什么是量化交易？红海为例，这等一下再说。好，量化交易需要哪些基本资料？一样，各位把它扣一下。量化基本交易在这边啊，03。好，我也教各位哈，贴完之后，你贴上去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文字啊，没有标题，没有这个来源的命名，你就在命名。那01表示第一个来源，02就是第2个、第3。那为什么？因为我都是一个一个针对来源的时候去产生啊。好，那我也做一些的解释。好，量化交易基本上需要哪些的资料？一样就是我们做前2周的 AI 故障预测一样，我要预测机台 sensor 是给了哪些资料，对不对？有就可以做预测，没有，对不起，你就没有办法预测，也就没有办法用这个变量去做。好，那我们做量化交易呢，有这几个：交易的日期、每天的开盘价，然后最高最低。今天从9点开盘到1点半收盘，最高价跟最低价会记录。还有一个，最后1点半收盘的时候收盘价。还有一个是成交量。至于今天涨多跌少，也就是投报率 return， 这个是事后你可以去算的。今天的收盘价去减昨天的收盘价，乘上100%，就知道几趴，对不对？好，
台股的涨跌最多就是10%，跌最低啊，跌也是最多10%。好，接下来的这个 MA 就是待会的技术指标会跟各位提。好，我们给各位这个最经典的这几个就可以了。好，一样啊。那这个股票的涨跌也可以分成叫做分类的问题。好，那接下来我是把这个核心2啊，各位也就是感测器的观念啊，本来我们在智慧制造里面的感测器就是这个温度、压力、转速、振动、电流、湿度等等这些感测器 sensor 给的资料啊，或许是每30秒给一次，或许每10秒给一次，或许每1分钟给一次，就看你的测量的频率。好，那在我们这一次要去做 LSM 啊这个时间预测的时候呢，会有除了这些感测器的资料，就像这个股价、成交量啊、回报率，还有这些技术指标。好，一样，温度过高是不是？RSI 过热，这些以后的指标都跟各位去讲。好，那在第8个是核心3啊，常见的技术指标就是这些，待会会一一跟各位讲。好，那相对的，麻烦一下你就把做到观念2、观念3啊，就5个资讯图表，把它做出来。好，我分别都在这里。那这个我也分享给你们。那我看我也是贴在。好，我贴在这个ChatGPT 的后面这边。好，反正你看了哈，ChatGPT 就是 ChatGPT 的 NoteBook LM 就是 NoteBook LM 老师的部分。好，各位来麻烦一下，你就陆续把这5张图贴出来。那我也贴一下，贴完之后我就直接教课了。贴到脸书吗？对，贴了脸书。哎。不见得要跟我完全一模一样的。
好，一共有五张图，好，1、2、3、4、5、6，你大概可以比对一下我问出来的 ChatGPT 啊。好，给各位一点时间，那麻烦一下哈，你们回复的时候，就比如说是孙先生，你回复的第2张图，你就自己回复自己，这样子你就1、2、3、4、5都是在你自己的里面，好，不要再开一个新的回复，好像比如说艳华，你就自己回复自己，志伟也是一样。好，你们大概做完第1个了哈，来试试看第2个，给各位一点时间。做完之后，大概理解之后，我讲解你就吸收完了。接下来你就从智慧制造的专家变成什么？哎呀，股市专家，没错。哎呀，等一下给各位看一下，但是等一下讲的我就不画面分享。好，也跟各位分享一下，现在真的时代变了，以后真的很多的行为模式、工作的方式都会改变。我股票已经从事20几年了，从来没有像这样子过。以前最多都到10000点了，对不对？现在，哎，都4万多了。今天收盘值多少？4万几，45000多了。来看，而且量，哎，今天多少？今天有量缩，昨天好像礼拜5是天量啊，1.8兆是不是？1.8兆。以前是3、5千万啊，6、7千、7、8千，现在是诶，好，学完这个 AI 故障预测，你要自己开始看。好，我们就刚好也让各位做这5个资讯图表以外，好，我们也休息一下，好，那跟上进度。等一下，老师把这5个讲完，你就知道量化交易跟 AI 故障预测是一模一样。再来，等一下第2节课，一下就产生程式码图了。以前要做到这个部分呢，对不起，哇，要教很久。今天1个小时大概理解出来，而且最重要的，我是希望这个资料是你自己产生出来才有感情。好，我们休息一下啊，我们。现在这个书哈都落后了，看到没有？你们自己都可以编书了。
这样这样，这个资讯图表是从你那个 ChatGPT 那边贴到，对，对贴到那个 ，Notebook，然后来源是复制贴上，的，就是最后一个文字，这个贴上。因为的来源，新增来源，它就是这个吧，复制的文字就对了。那个开头就你在中心，对，自己在那里，就是里面内容里面看一段，会啊，对对对，你看，他查我，他查那个来，你拿我来说，你是我我的是真的，我没定，双这个非常差也会出来，跟我讲这个他，我往那边先还做一个学务师的来需要所以说没申请资金表，但是我不能多了，对呀，然后这个我是一个学生，对呀，这个学生上这个啊，写这样。哦，哎呀，原来我在这里能够生不出来呀，什么劲？哎呀，我的天，我生不出来，笑了半天，哎呀，成定位。
自动接受比收手，哦不对，我是2那个 TED，它是观念3跟观念4对。这个其实没有是 T 观念3跟观念4，就是老师的8跟9。还有观念4知道吗？观念4你没用。还没用对啊，是观念3跟观念4。对嘛，它是观念3跟观念4嘛，就是老师的第8跟第9项。我们到罗教你的小区开头。好。没有啊，它5点而已，它只有5点而已，只有5项。应该都可以想通吧？还有观念4，还有观念4是观念4也是都可以发生。都是表，都是表。哎。
好，我看看多少人回复了哈。是这边也是。好，一个人5张的话，回复多少？哎，32也差不多了。味道金的。好，等一下会有一个查询的 prompt 啊，你们 copy 一下。好，来，相信大家都做的差不多了啊。好，来看一下，刚才我们借用的是 ChatGPT 或者是 Gemini，那我的是 ChatGPT 给的资料比较丰富，好，比较适合我在教学啊，一样啊。大概几个嘛，我们会问的一个问题嘛，什么叫做量化交易嘛？量化交易虽然在 ChatGPT 刚才已经给了一些提示了。好，在 NobleLM 一样，我们要再找更多的资料。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把这5个议题里面，我找了3个，一个叫做什么叫做量化交易？那量化交易里面有哪些的基础的资料？也就是我们故障预测里面的温度、压力、扭力这些。好，那还有常见的技术指标是什么？好，各位在股市名嘴那边都会看到什么 MACD 啊、RSI 啊、KD 啊指标啊，好，那这些是什么？一样啊，血量，对不对？好，copy 一下。但是这个时候记得不要在这边问，因为这边的对话它的5个来源是太简单的，都是文字的而已。所以说呢，我就把好，那这个。
麻烦就在 NotebookLM 里面，这边有在网络上找寻新的来源，你把这个贴过来。好，记得不要做 fast research， 还有一个叫做 deep research， 它可以帮你找到更详细的有关于什么是量化交易，什么是这些的。好，选择这个 deep research， 好，按下去。好，记得哦 deep research 就要按搜寻。那其实这个就是 Google 帮你去搜寻，打关键字给它什么，它帮你去搜寻。但是在这里面的好处是，它搜寻完了，它会帮你去做一个 summarize。好，我们提到的这个3个议题，它都会找相关的。好，花一点点时间，还不少，因为它会去帮你找最贴切、最相关的网站出来。原则上大概会找到最少大概20几个、30几个相关的网址。你如果用 fast research 的话，大概最多一个大概就7个，好，5、6、7，看5、6个、7个，不到10个。好，所以你有一点时间，你想要找完整的资料，你就用 deep research。好，它一共分成了5个步骤，5个步骤做完了，它会给你一个 summarize。好，那3箱 copy 过去是不是？啊，把那个内容 copy。对，就是我贴在 FB 上的。好，你们重新整理一下 ，reload 一下，就是这边这个，抠一下这个。当然了，这是老师的想法，以后你们一定有你们自己的想法。好，现在完成了第2个步骤。所以说老师现在在上课都说现在未来的工作就是咖啡茶一定少不掉。为什么？多半时间都在等待。但是你脑袋清楚，你的 process 清楚的话，你是真的事半功倍，而且不是事半，4只要1/10的4就好了，然后你的 performance 可以是10倍，看到没？等待的过程当中，我看一下 Gemini 的回复，前面讲的还不错，引言的不错。然后呢，第一部分从这个也还好，温度震荡变成了股价的开盘收盘的这些，机台的健康度也就是什么时候 OK。然后量化交易的4大核心，它是用资料科学的角度来看，做清洗、整理、特征值，然后马上就谈到了什么叫做回测，自动化的执行，好，最后是红海，有没有？好，他还给了一些贴心的这些。好，我自己下个定义了ChatGPT 有一点全功能性的，我觉得它比较贴心比较贴切我的想法。那 Gemini 呢是理工男就 straightforward， 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大概都很工程化的，各位看到没有？各有它的优缺点
但是最后等一下产生程式码的部分应该都大同小异。好，没有问题。好，你看都在等待。好，等待的过程当中，来我就顺便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步骤。等一下我们就基础资料就讲完了哈，来看一下。好，我看看这边是有什么啊？量化交易有资料认证啊。好，来一样，基本的资料分成这4个，一个是开盘9点钟啊，开盘价。那中间有最高跟最低，它都会做记录，然后最后1点半收盘是收盘价。那这个4个价格呢，就叫做 OHLI LC，O 就是 Open，High H 就是 High，L 就是 Low，C 就是 Close。好，开盘、最高价、最低价，还有收盘价，最后还给你一个成交量。当然，前面还有一个栏位就是当日的日期，比如说今天2026 6月1号，啊，第一天。好，投报率就是跟昨天比，啊，涨那就是正，跌就是 minus。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会用到不同的技术指标，啊，那 MA、RSI， 那么这个 MACD 它是属于趋势跟动能。以后会跟各位去讲。RSI 呢是市场的强弱啊，各位可能有都听过 ，RSI 超过80以上是超买，就大家都上车了。RSI 在20以下叫超卖，大家都卖的差不多了啊，没什么股票可以卖。那一样啊，股票市场就这样子啊，大家都上车了，你预期它还会涨到哪里去？大家都跌，大家都卖的差不多了，也还这个股价的基本面了，对不对？也要还给他公道，除非他是要下市。好，再来就是有一个叫做波动的区间，我们称为叫做布林通道，我可以去预测台积电上涨会到哪里，下跌会到哪里。好，这个是去比背哈，感测器这些都是你的线索啊，你的 X。好，我们这次要用的大概就是刚才跟各位去提的这个 MACD 啊、RSI、KD 啊、RS 对，还有这个布林通道啊，这4个。好 ，OK， 来看一下，Deep Research 做完了哈，他找到了大概29个来源，好 ，OK， 你就汇入。好，汇入的时候，各位看这边都是网站的资料，他会帮你读起来，当成他的资料的来源，也就是有所本。好。相信你们这边建完之后 ，AI 对你已经 AI 赋能了，赋能了这个量化交易啊 ，AI 故障里面对量化交易的赋能给你了啊。好，大概稍微看一看啊，打勾了就表示已经资料都找到，它还在转，那就让它转吧。
好，我还有2个在转。好，这个时候来注意看到这边，你看这边已经有35个来源。好，等一下有任何问题，量化交易的什么叫做 MA， 什么叫 RSI， 通通都可以在这边问了。为什么？因为已经把该准备的资料都准备好了。好，来这边一样，为什么老师一定希望各位去做01、02、03的编号？编号的好处是这些都是你自己的资料。那这边找到的是按照它的英文字母的编号，原则上你不会再去想看，啊，绝对不会去想看。好，那接下来看一下有这种红色的，是虽然它有找到这个网站，但是这个网站可能它是防爬虫的，它爬不到它的资料，那没关系，反正你看到有红色的就在这边来3点点一下，移除。所有失败的来源，好，就那2个。好咯，你就慢慢开始赋能咯。好，从 AI 故障、机器学那个智慧制造里面转换到智慧金融量化交易。好，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来看，等一下我再跟各位讲这些不同的指标代表什么意义。好，接下来一样，因为要写程式嘛。好，各位就在下一个 prompt， 好写，等一下给各位。好，第2个 prompt， 请给我完整 Colab 环境 Python 的程式码。好，如果可以的话，你前面可以加一个，我是资深数据分析师，我是资深股票交易分析师也可以，让他先对你肃然起敬一下。好，请给我完整 Colab 环境 Python 的程式码，含中文繁体字型。然后关键字就在这里了，下载雅虎奇摩雅虎财经网。好，我们今天只以鸿海为例下次你就可以用台积电、用富邦金、用其他的智邦华邦电，对不对？涨翻天的股票来看。来，我们因为做交易也不可能去找以前20年前的资料大概就找个这3年就好了。你要想姜老师以前10年前的习性跟现在的习性有差吗？当然有差对不对？所以我们预测也一样。好，那从2023年1月1号到今天的交易资讯，然后呢，我变数就取成 DF2317。好，你不见得要跟我的 prompt 一样我 Colab 还没给你们嘛Colab 还没有给你们，先不给你们，你们先自己做你自己。好 ，OK， 然后按一下送出，他只思考了2秒钟，好，程式码就出来了。好，一样贴你们的程式码，然后呢，它大概
程式码帮你做好了这个。第一个安装必要的套件，一样以前我教过了。好，再来，因为这个是云端的主机啊，它的系统并没有中文字型。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用雅虎奇摩 Finance 的套件去下载鸿海的历史的交易资料，从2023年。然后呢，取成一个变数叫做 DF2317。好，那基本的一些资讯，他画一张走势图给你看。你们的或许跟我不一样。把程式码丢到 Colab 吗？对，来看一下程式码，我为什么会叫它取完整的？你如果说不写这个 prompt 的话，它会给你分段，一段一段。好，我是希望先完整全部执行一遍，没错，我再 step by step。好，好，那一整段就在这里。那通常这边就有一个 copy。啊，这边就把这看，哎，不少哎，这程式码不少。需要先执行吗？先不要，对，等一下来看一下。到 Colab 这边，好，再来就是第二个 prompt， 一样，啊，产生一个新的文字方块，然后呢，井字号 GPT-02， 第二个 prompt。那这个 prompt 的话，我把它取一个简单的名称，就叫完整的 Colab 环境，但是真正是在下面。好，然后一样，刚才它的一些说明就在这。好，这边点一下看一下，注意哦，你们没有做编号，1、2、3、4、5、6。好，来，我做一次给各位看。你从这个地方，这里哦，看一下，这边是原先 copy ChatGPT 的，然后我到 Colab 这边文字贴过去，在 ChatGPT 那边1、2、3其实它没有，它会这样子。好，接下来你们可以点2下。好，这个是次，你就用井字号，2个井字号。好，然后看起来它有空格，不是有换行，但是你离开之后，你看到它其实是格式没有很好看。好，来点一下，注意一下，这样子做。逗点，空一格，它就出来第1点。看到没？第二个2逗点，空一格。好，你就会排版。啊，你可以看到这一边跟这边的差异。当然了，这跟程式码没有关了，只是说好看而已，方便你阅读。好，做完之后呢，这个时候因为是程式码了，就产生一个新的程式区块，然后就把 ChatGPT 的这一边 copy 一下，然后直接贴过来。好，贴完这一整段。来，我先执行一下，执行好了我再给各位。好，执行，连线，执行了。你说为什么现在以后真的 programmer 没有工作了？看到没有？啊，你们看看，
我没有做任何的修改，就是 prompt 问一问，我的菜已经买好了。18秒，来看一下资料抓的 O 不 OK？ 我待会再跟各位讲程式码的部分了啊，毕竟我们还是有一点点小技术。好，来看一下这个资料还不错，字型也安装完成了，股票代码就是2317.tw。好，在雅虎奇摩全世界的股票几乎它都有。那有些人的代码也是2317，那我怎么知道是台湾的？所以说它会有一个点大写的 TW 代表台湾的鸿海。好，那开始的日期跟结束日期到今天都有哦。好，下载完成了，下载的笔数是818笔，表示从2023年的1月1号，1月1号其实没有开盘，是从1月3号开始开盘，到今天一共818天的交易。好，然后来看一下历史的交易，2023年的1月3号，因为这是要谈 LSTM 时间序列有关的，所以有这个案例。各位来看 ，close 这就是它的收盘价。鸿海在2023年的时候收盘价是多少？高涨高空，一张99000，便不便宜？不高秀。好，当初全部带宽，全部凹进去，你看现在变多少？好，来看一下。29，可是最后一天没有，好，没关系，我们就看礼拜五的就好了。5月29号，收盘价是289，一张28.9万，快要29万。3年前一张9.9万，现在是一张28.9万，涨了几倍？请问3倍多吧？中间它还有配股配息呢。我记得配5块，配6块，今年要配7.2块。3倍，比抢银行还好。抢银行，你想想看，银行你们放定存1年多少？几趴？1%而已，1%多。通货膨胀的不够，所以看选择比什么努力重要，大家都努力，对不对？2年前、3年前选好股票，100万现在变成多少？变成300万，对不对？好，一样，老师在2年半前，台积电498、480几，35张。好了，再来看一看，所以说老师才想上课教各位，真的从 AI 故障预测到这些，全部都是数据。好，来看一下，哇，这个图表多漂亮！你们或许会跟我不一样，但没关系。好，来，一样，每个人的成果，看看你的成果是什么。好，来麻烦一下你们呢，就先 copy 一下。程式码丢进去就可以执行了嘛？对啊，没错。只是你的有没有 bug？为什么要我另存新版多的 bug？好，麻烦一下把你们的这一个 Colab 截录一下，随便截录一个。然后呢，假设它有一些图形的 copy 一下贴过来。好，先看看你们的成果如何。你有出现另存新档吗？你有出现另存新档？去老师
ChatGPT 里面的程式。好，一样，哦，你看哦，可以用，程式不够。老师没有做任何的修改啊，程式码完全没有 bug。未来真的要动到程式码，已经真的很少了，一定都是用问。好，有5位学员做完了啊，等一下。好，一样了哈。如果说你 ChatGPT 产生出来的，或是 Gemini 产生出来的有 bug， 来，我做一次给你看。假设有一个 bug， 啊，有个 bug 的话，好，看到没？很简单，你就说明错误就好了 ，AI 帮你去 debug。好，我这边多一个 P 哦。好，接受。好，再执行，就解决了。你看现在 AI 多厉害。而且你想哦，你看看所有的过程，我们都没有跟他讲什么，你跟他讲帮我去找资料的，对不对？所以说未来在做任何的这些故障预测，你一定都要知道你想做些什么事，你怎么跟 AI 沟通。好，那给各位一点时间，好，自己先做做看，不行，等一下再用老师的案例来做。好，给各位一点时间，好，目前还是5位啊。好，一样，我 Gemini 我也试试看哈，Gemini 的我也试一下。
好，这个是 Gemini 的。好，它也是都做好了。好，它的程式码就没有像 ChatGPT 那么多。好，没关系，copy 一下。好，那我就回来到原先的 Gemini 的这个地方。那这边是 Gemini 的。好，一样，我给它执行。好，来看一下 Gemini 给我的程式码也都没有错。啊，15秒执行完了。好，看看 O 不 OK？ 哎，也抓到了。啊，80。818笔的资料。好，他给的比较阳春一点，他没有把没这个好一样。好，一个是 ChatGPT 的，一个是 Gemini 的，看到没有？今天前面这2个小时，最主要是教各位未来的程式码，对不起，拜托，都是你要自己产生。好，现在没有人在写程式了。然后一样，现在将来就是这个特征工程，也不是特征工程，就是这个提示词工程。好，给各位一点时间把它做完。好，自己先试试看哦，没关系啊，就算是执行有 bug 都无所谓。好，你看我们从原先的智慧制造 AI 故障里面啊，原先是生产线感测数据的资料，然后理解完了，我们也知道了，接下来我们运用到智慧金融里面的红海的股价的预测，没有故障。
真的没有人要截图吗？啊，真的没有人要截图吗？对，截图看你的成果是什么。在 Colab 上的图形，按滑鼠移到那个图片上，按滑鼠的右键就可以 copy 这张图片。然后再回想一下，你看我们今天借由了 AI 赋能，你也理解了从故障预测里面啊转换到相对应到的开盘、收盘啊成交量。好，等一下休息完之后，我们就要开始给的程式码，我们一个一个逐步的来看。你会了这些逐步的程式码之后，未来你也可以一步一步的去问。好，我现在是一次请他先问，我还没有让他去做预测哦，没有做些什么，看懂吗？那以前我们要写程式码也一样啊，一步一步做啊。对不对？套件安装完，然后去下载雅虎奇摩的台积电的股票、鸿海的股票。好，我们就休息一下哦，我们休息10分钟。好，我们待会进入到那休息的过程当中，麻烦一下老师，我的程式码已经分享出来了，等一下你们可以跟着老师一起做，好不好？好，你要用你自己的也 OK，用我的也可以啊，原则上应该大同小异。老师，请问一下，不用经文来这样子给出来以后，他执行哦，这边是算正常，这样是算正常。那是因为中文可能没出来了，是不是但是我执行以后，它是 OK 的。？OK，好。对，好。我自己今天当时做一件事，也让他就是先当一个角色，然后先让他自己全部设计过来。可以。而且还是他回上面会讲，我招我想要选择小声或者是4号，到底他会。
多吗？我刚刚就直接讲了刚刚解决。假说把它变成垃圾，然后最后得到造成这样你算对，是这样算，是我是算，我是算价，不是我不算价，我算大概最几个月才变这一个月，这几个月都涨多少？就是还是可以生产的事情，然后就把它装到我的就是真的啊，是被控。那现在我全部知道，上面的是没钱的。我变得我有好几个版本，它这边都为什么？我是在讲，这个最大的分别在它最低值点的，它不会让你一直它那是啥子？像这个开始这个报的，这就是我想，就是说，就它就是放松的时候。老师请教一下，它这个标题，如果说我要怎么让它，就是说，比如说它可能再往右一点的话，要加两个景色化，两个景色化就内缩，三个景色化又在内缩。抓去年或身边还今天那个才知道，这个是就是开始的时候，要去做这个，做事情对这个，按照地理，我是说去年主要是就是做完之后，才能放到一个收入。啊，我就算是也把它变成过去的方式。他看不到，到一些了，今天的收看一下，该这边还有就是就是都很多安全性。一个是我们来，我一开始就做这样，那我们就不矛盾，一测试，都是不多状态的。但是我觉得说的就是，我身边应该是就是他会长这个样子，就是这里有感觉，上升的，就保长。这个我就对他的这个我发现他们小时候对，
他们没有找到，有时候到别人就撒娇了，别人帮你说，别人他们去饭局，就是特别这个。